这把刀子我们可以看到，它明显刀尖是破损的。当它角度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呢，你在切割的时候呢，切割感一定会不好。我们必须要把外面削掉，用久了它其实会扭曲，我们就要这样子去看它，看它的刀子呢是不是正的，把它往下压。那我们等于就是把这边这条刃线，把它再提高一点点。因为像磨这种面的话呢，我就不会把石头的角弄掉。看我都已经拍到天都黑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到火星主厨回归之旅。今天我们要来救一下我爸这把刀子，因为这把刀子真的现在已经蛮惨。那我想趁今天这个机会，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最近去上了柴田中心跟黑崎优的讲座，然后有一些心得，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把刀子的惨况吧。这把刀子我们可以看到，它明显刀尖是破损的。对，刀尖破损要怎么办？刀尖破损的刀子其实蛮麻烦，可是它也是一个蛮常会发生的问题。那很多人会直接就是把这边就是直接磨掉，可是这样子呢，你的刀型呢会变得比较弧形，或者是把它这样子磨好，弧度会变大。所以呢，其实我们应该是要把刀子变短的，而不是要去把刀子直接磨掉。但这个小破损是可以直接磨掉，可是我今天教大家就是比较正确的做法。我们今天就出动一块比较低系数的石头来，这是金东山的 HSS 系列250的磨刀石。刀尖破损呢，我们应该先怎么样处理？我们应该要磨这一边，磨刀背这一边，我们这样磨。哦，很快就磨掉了。好，基本上我们前面这边已经把它磨短了，我们就直接把这边磨掉。对，我们把这边磨掉，那破损的地方就变得几乎快看不到了。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去改变它的整个刃长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这前面会变得有点点割手，所以毕竟你磨掉一些地方，所以你要稍微做一下倒角，让它不要那么利，可以把它稍微倒一下角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件蛮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要把刀子给打薄。那这次我去上讲座，他其实讲是说，他希望你每一次去磨刀的时候呢，都可以稍微把它打薄。那当然不是每一次都要用荒底去打薄它，其实不用。当然是在你每天都有在磨的状况下。可是如果你1个月才磨个1、2次的话呢，我会建议你就是要打薄。为什么打薄这件事情很重要呢？那我们可以看看，这是我们一般的刀子，你就当是这样在看一把刀子。在使用的时候呢，刀子的这个前面会一直的耗损，一直的耗损，然后我们就继续的这样磨它，我们会继续这样磨它，对，然后我们把这边放大出来看一下，刀子呢一般是长这个样子，对，然后它底下这边在磨损的时候呢，它底下磨损的话，我们会一直提高它的这个刃线，对，那提高它这个刃线，其实我们底下还有一个小刃，我们通常磨的地方是在这一块，对，我们通常磨的是这一块。对，我们会一直把它提高，所以呢，它就会变得角度会越来越大。对，当它角度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呢，你在切割的时候呢，切割感一定会不好，因为它阻力太大了。对，它能够提供的刀锋的锋利度这个点会很大，变成说你刀子跟这样子的状况的刀子的状况一定是不一样的。这个的切割性，底下这个比较尖的，它切割性一定比较好，切割感一定会比较好。那上面这个你磨到后来就变成这样子，就切割感不好。那我们要怎么办呢？这一块我们要把它打薄。如果说我们到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要把它打薄，打薄到这个程度。这样子它尖端，它在打薄了之后呢，打薄了。它尖端又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锋利度，因为红色的地方我们要把它修掉，而达到一个更好的锋利度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样哪一个状态的刀子比较利？是这个还是这个？这两个一定很容易分出来吧？可是你在磨到这样子的状况下面呢，你要怎么把这个再磨回成这个角度呢？我们必须要再把这边削掉，这边削掉了之后呢，我们才能够制造出更尖的刀锋，对不对？我们必须要把外面削掉，就把它打薄，我们才能够再建立出新的刀锋来。那这一段要怎么磨掉呢？就是我们现在要来讨论的问题。这个状况要有2种，一种是像这种介绍型这把刀就是这边是平的，然后到这边开始呢就已经开始变薄，然后底下你再做一个小刺刃的一个这样的状态。这种刀子可以很明显看到它这边是没有平的，所以呢我们可以压它。对，它压这边的话，这边是翘起来的，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翘起来的，对不对？翘起来的，那我们就把它往下压，去这样子把它打薄，
压去打薄它。我们知道有些是葛刃的刀子，葛刃的刀子呢，它不会有，它不会有这一段，它没有这一段。很多双面刃的刀子都是这样子，这边的刺刃它是平的，它是一个平的刺刃，可这边不是。像这个藤次郎也是这样的设计，然后像甲铁名刀甲铁柴田重协甲铁是这样子，然后这个，对，其实我很多刀都是这样子，它这个是没有的。这种刀子要怎么办？那像这种葛刃的刀子呢，我们就是把它摆平了之后，贴平了之后，你看其实没什么空间，它也不会翘，你怎么压它都不会翘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把它翘起来一点点，翘起来这样一点点。那我们等于就是把这边这条刃线看得到的这边一条线，把它再提高一点点，刃线再提高一点点，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刃线把它抬高。那我们今天先来磨这一把吧，这一把被我爸操得很惨的刀子，就是像这样的状态，我们把它稍微往上提，把这个刃线往上提高一点点。磨刀之前其实有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可是大家都没有注意，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刀子是不是直的。我们刀子是不是直的这件事情很重要。如果它是这样扭曲的话，因为有时候我们磨的时候太用力，或是我们切的时候太用力，用久了它其实会扭曲。那我们就要这样子看，我们就要这样子去看它，看它的刀子呢是不是正的，是不是有扭曲。对，这样子去看它有没有扭曲。如果扭曲的话就，要把它这样凹回来，就可能用夹具或者用手这样想办法把它凹回来，这样子。加水，然后下去把它压住，开始磨。那要打薄到什么程度嘞？这把刀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边有一点亮亮的，上面有一圈亮亮的，对不对？这边有亮亮的，这亮亮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小小的刃这边，这种放大这个地方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磨到那个亮亮的不见，就等于说你整个刃线都被抬上来。然后，如果你现在有金刚底的话，这个时候最方便，金刚底很快。现在我已经把这一面，对我磨老半天才磨好一面，这一面已经把它磨得差不多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跟刚刚比起来，小小的刺刃已经不见了，对，整面都被我磨过，然后大马士革纹也被我磨得差不多了。那这一面是还没有磨的。那个刺刃就比较大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还有很大的刺刃，几乎都不见了。之后呢，我们来磨下一面，这是一个很酷的差事，我觉得。这个东西其实你越久没有磨，你越久没有做这件事情呢，你就花越多时间。所以呢，那天黑崎优他是说，他建议就是每一次磨刀的时候都做这件事情。其实蛮累的，我相信在家庭里面应该是没办法。可是，如果你一个月才磨一次，或一个礼拜磨一次的话，其实也还好，就不用像我现在磨那么久。因为你越常做这件事情，你就越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去磨。这个实在太久没有修了，所以我决定我要出动我的钻石底。对，这个是莫广的钻石底石啊，我要用它来磨，比较快。看我都已经拍到天都黑了。好，我们已经打薄差不多，刺刃几乎都不见了，刺刃几乎都不见，然后大马士革纹也基本不见了，就变成一把这样子的刀子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要看要不要把这个地方抛光，或是我们现在可以直接进行到说我们开始开新的小刺刃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顺便把这边就是一起磨一磨。对，如果你觉得这边太粗糙的话，这个我们刚刚磨的这个地方。如果你觉得太粗糙的话，其实我们可以再把它再磨一下。对，因为我刚刚那是150的啦，这边把它磨一下。那这时候我们有时候也常会讨论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的浆，这上面的这个浆，对，我们磨刀石上面的浆，需不需要把它给清洗掉？我个人的话，如果我今天需要，譬如说我刚刚要把这个磨掉，需要很好的削切力的时候，我就会把这个清洗掉。对，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是要做研磨，譬如说你要磨这个刀锋啊，建立小锯齿的话呢，我会建议不要把它清洗掉，就直接让它在上面帮助研磨，因为它那个颗粒是一样小的，一样的颗粒，它可以帮助你研磨，这件事很重要。
那当你今天如果说你很重视的是小切粒的话，你就把它清洗掉，没有关系，甚至你流水在那边磨也都没有关系。那这是在人造底石的部分啊，我会建议就是你可以选择清洗或是不清洗都没有关系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来建立它的下一个刺刃。我们来建立这个比较小的刺刃，这个地方，先稍微抬一点点。哦，这真的很快，很快就把那个刺刃给建立起来。这就是我很喜欢京东山的这个 HS 系列的原因，就它磨的效率真的很好啊。刚刚大家可能有发现，我其实只有磨一面，对，我只有磨这一面。这个时候我们要讨论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以前我们台湾常磨到的关键就是我要磨这一边。比如说20下，然后这边再20下，然后再递减18、18、16、16，然后一直到最后剩下1下的时候，然后最后再把它磨平。那其实我一直在想说，这件事情的意义到底在哪里？为什么要磨这么多下？如果说我们今天只是要把小锯齿给建立起来的话，我们为什么需要磨到这么多下？这次的话，我就问黑崎优跟柴田重信，那他们说其实没有必要，因为他们说只要你把小锯齿建立起来了，然后就可以直接磨下一面，然后各一次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它两边的锯齿，因为你只磨一边的话，锯齿已经是歪一边的嘛。如果我们一直在磨这一边，给这边磨的话呢，它这个小锯齿就会歪过来，前面这个刀锋这个 peak 就一定会歪过来，对不对？会歪过来。那如果说我们磨这一边的话呢，下一次我们之后一直磨这一边，它就歪过去，就变这样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确就需要去把它修正，所以我们以前就会觉得说我们要这边磨，然后这边磨，然后这边磨，轮流递减，让它一直都是直的状况。可是其实这件事情没有必要，因为你可以在最后你再把它修正成直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只要最后的时候把它修正成直的，它就是直的了，修正成直的这样就可以了。你不需要一直去两边的反复的磨它，这样子其实没什么意义啊，就你会花很多的时间。对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建立一条新的小刺刃，在这边，大家看得很清楚，我们建立出一条小的刺刃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建立另外一边的小刺刃。真的很快，这样一下就好。那这次我问黑崎优啊，怎么样才叫做你磨好这一面？因为我们以前就是用递减的次数来算嘛，来算说我们这一面是磨好。他是说，当你已经出现毛边了，就等于这一面已经是磨好的了。如果说两面都已经磨过了呢，你就开始把它修正直了之后呢，再换下一块石头。那我现在用京东山这个 HS 系列真的很快，一下就可以磨出我想要的东西。那接下来我就换下一块石头。下一块呢，我们现在又要用京东山的，一样是 HSS 系列的这一块是1000系数。那我就想说，我就先来磨这个平面。对，先来磨这个比较大刺刃。因为像磨这种面的话呢，我就不会把石头的浆弄掉，我就留着，因为反正我是要研磨那个表面，这样会比较多研磨剂在上面。应该都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我来磨这个小刺刃的部分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换下一块石头，接下来我换3000的石头。我现在已经把这个3000的已经磨完了，3000的磨完了，基本上呢，这把刀就已经是一个很适合切各种东西的刀子了。最后呢，有一个步骤啊，要折一块纸巾，或是你可以去买那个当刀板，或者是那个皮革这样，然后在上面这样子，然后在上面轻轻的在上面刮一刮。或是我们可以直接拿这样子一桶除毛纸巾这样子，然后是可以去弄个放刀板之类的也可以啦。刮完之后呢，这把刀基本上就都会很利，因为它的那个小锯齿通通都被排列整齐了，所以它会非常的利。那张纸来切看。那今天我们分享的就是一个比较快可以磨好刀子，然后把
一把比较年久失修的刀子，立刻可以恢复到一个一定比例的锋利度的一个做法。对，包括我们怎么样修这个前面尖尖的地方，对，前面尖角这边如果缺角呢，我们要怎么样去整理，怎么样去整修这样子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，然后开启你的小铃铛，顺便按个赞。对，磨刀那么辛苦，帮我按个赞，可以吧？拜托了，拜托。之后呢，我会开一个线下的实体的磨刀课，就在这个工作室开。那一次不会太多人，对，一次就是几个人。那我们会从理论开始讨论，然后到各种磨刀石要怎么样选择，各种的磨刀的课程。这个课程呢，我会公布在我们的 LINE 的社群，那大家欢迎到底下我们的资讯栏里面有我们 LINE 社群的加入方式，所有的线下活动的资讯呢，我都会先在那边公布，还有跟大家那边讨论。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